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你们好哈。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1张牌的第1题哈。我们接下来会有3大题目。3大题目，然后3大题目里面还有3个小题，3个小题每一小题会抽1张。好，然后我们每一个题目来做回答。好，所以每一张都会仔细回答，所以你慢慢听哈。那我们第一个小题第一题在问说是什么样子的情境里面出现呢？然后第一个小题是问说会是熟悉的场景，还是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场景呢？那我们抽出了权杖四。我觉得权杖四它原本是带着是一个庆祝然后安定氛围的牌，然后这个我们很常知道。然后画面里面有非常多的花、拱门啊、欢聚的很多人啊，这是标准的韦特塔罗牌的画面嘛。所以这张牌在爱情的脉络里面呢，意味着你将遇见他的时候，场景绝对不是一个冷清跟孤单的角落，而是有在庆祝、欢庆、喜悦、祝福，跟许多人互动，是一个充满人际关系培养跟熟识的人啊、相遇啊，各种很棒的社交场合。所以这或许是一个朋友的聚会，一个节日，节日的气氛会很高哦。然后它整个氛围绝对是热闹的，不论是时间或空间都是热闹的。对你来说，这是一种既熟悉又带着陌生的氛围了，因为它还会聚集非常多的人进来，它不是只是固定的你认识的人，它还会有新的人进来嘛。所以这个熟悉的地方啊，在于这个场景可能是你常去的，因为你的朋友邀约你啊去参加一些聚会，可能会去一些熟悉的地方。那他可能也有一些陌生的地方，他们要找一个新的场合，可是他那个熟悉感还是会在。那但是这张牌权杖四，它主要还是在熟悉的位置，但是它其中还有带着一个陌生的感觉，但不会很高，因为它的陌生的感觉，它是带在一个意外惊喜的位置。因为这个意外惊喜就是它出现的感觉啦，应该是说，他这份意外是从心头浮上来的一种，我今天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应该都是要看到很多我熟悉的人，跟大家打招呼，很久没见的，然后我们都要去这样。结果没想到有个让你心头一震的陌生人出现，而这个陌生人却没有因为这一份陌生把你阻挡在外面，而是突然两个人的心连接起来。因为什么？权杖四它本身是一个门的意象，它是2个世界的入口的意象。只是它还没有跨越，但是已经在门的2方，就是这个门打开，在2个空间已经互相看到了。这个就是你们2个遇见的时候，灵魂相遇的中间有道门的感觉，一个从日常走向新的故事的桥梁。所以呢，你或许会在人群中与他眼神有交汇啦，或是在彼此在跟自己的朋友在谈笑风生的时候，听到彼此的声音而注视到他的存在。然后当你们2个对看的时候，你会忽然明白这个爱情不是偶然的，而是你去愿意参加了、接触了某个活动，你的朋友的聚会或是邀请的时候，你参与其中、乐于其中的时候，而他跟你在这一个点、这个方向的时候，竟然悄悄的对齐了，而他在那边悄悄的等你。所以这边在讲什么？权杖是在讲什么？这个是一个欢庆的、热闹的氛围，而且里面的人大多是你认识的，所以有这种活动就尽量去。那第2个小题呢，我们要讲说，这一个出现，它的出现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偶然的、自然的发现呢？那我们抽到了金币2。那么金币2这个画面呢，我觉得它讲的是2个我怎么卡住？因为我要讲说它是2种不平衡的方式吗？还是什么？没关系，我重来讲金币2的画面呢，是一个人同时抛着2个金币嘛，所以脚下会有一些水的流动，暗示着生活并不是完全平等。这张牌在告诉你说，这个相遇其实有命运也有自然啦的结果，因为我们抽到金币2呢，金币2它就会有水在底下跟土呢，所以它没有办法分辨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自然的。如果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命运之轮，那他一定会跟你说，那就是命运走到一半之后嘛。如果我们拿到的是审判牌，他就会跟你说，对，应该是2个人在某种自我的升华，你要进到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命运的节奏到了。可是金币2它就是我刚停顿，就是因为它有2造元音的交融，它没有办法分出来是
命运的安排是自然的哈。所以从表面上，它看起来一定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一个日常的相聚或聚会，然后可能会是在你生活忙碌中，突然有一个事情的邀请，要让你停顿一下、休息一下哈的那一个时刻。然后你工作啊、学习啊之类的，在活动的时间里面偶然的安排的这一个聚会，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权杖十这样。所以它这一个铺陈过程，其实蛮不像命运的安排，好像是我们自己去主动去进入了某些规划里，它是很自然的。可是以命运的安排来讲，可是这一份邀请又不是你邀请的，而是对方邀请的，你的朋友邀请的，他又有一点点命运的安排这样。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唯一能掌控的是你要不要去嘛。可是如果是你非常好的朋友、很熟悉的朋友邀请，通常都会去啊。那你是不是被命运牵引去了？因为这一份决定是他人的决定。我一直说，人生一直发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嘛。所以你的朋友决定了他人的决定的时候，就是你看不到的位置决定了你要往那边走的这个命运。可是你答应了，你觉得这个是你的朋友，我就是要去，这个就是一个顺到自然里面流动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命运的安排是，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个就比较像是命运的安排哈，可是金币2在这边提醒我们哈，这种自然发生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命运非常精准的校准的时机。因为你们去到那个地方，权杖是那个，怎么会在同一个时间出现？怎么会在那个时间听到彼此的声音？怎么会在那个时间看到彼此？这里在讲的是你们出现的时刻，很可能刚好卡在一个选择的节点。选择什么？我选择往左边看过去。我听到了这个笑声，我选择去看一下哪里的笑声。然后我选择这个时间到，然后什么时间离开，就刚好就在这个时间你们对齐。这么大的时间长河，你们刚好就在这1小时遇见。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命运的精准安排？也有可能啊，所以他可能也在说，你可能没有打算去参加这件事，可是临时决定我还是去好了。或是你原本没有要在这里出现，可是朋友把你拉着去，你觉得好吧？可是这就是命运的推动。所以金币2的能量就是这样，它就很像一个舞蹈，轻盈的左右摆动，两个人合跳，两个人搭配，好像是随着自然的方向跳舞，可是其实每一个步伐都是非常精准的。这就是命运2在讲的一个金币2在讲的这件事。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份相遇不完全是偶然，也不完全是安排，而是我觉得命运透过很多自然的流动，把它塑造出一个场合跟时机，让你们两个走进去就对了，看起来很顺，好像是你们自己决定到相遇的，好像是你们相遇之后发现说，如果我今天没有来，我就会错过他的这一个浪漫的惊喜，好像是自己创造的，其实是命运帮你们安排在别人身上的决定。别人觉得我们要去安排这个活动，安排这个这个庆祝，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个人，邀请了你，这样子，然后去命运上把你们邀请到了，而你们就顺着这个自然的流动进来所以这个时候，金币2时常在告诉我们了，爱情常常藏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小选择里面。但这些小选择，这个题目是命运的安排。那我们第3个部分呢？抽到塔牌，塔牌这边要解答的是说，是你先注意到他，还是他先看到你？从上面那一张牌感觉好像是同时嘛，可是这边要揭示的是会不会有一个特别的例外？我们来看看他这里要讲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塔牌的出现总是带来一种很强烈的震动这张牌在爱情的情境里面，意味着你们的相遇应该是会打破平衡的片刻，所以答案应该是他会先注意到你。因为塔牌象征着某种突然的觉醒嘛，对他来说，你的出现很像一道光，他意识到有个东西在附近，所以他可能原本的心思在别的地方，甚至没有特别期待今天要去参加这个，或是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当他眼神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而不能忽视。所以塔牌这里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我把它放在是他那里吗？因为他那里比较像是我们远望了一个塔被一个雷打到，我觉得我们是观望着某个雷打到别的地方，而不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被动的被这个塔崩塌的时候所影响。所以回到生活里面会是什么？遇到你们相遇的情况会是什么？你会
就像我们上面想的，你选择了你要回头看一下，你选择你要往那个方向看一下才看到他。其实塔牌在说，其实他已经先看到你，所以他注视你的能量要一点一点的流动到你那边。这个就像我们讲的，有人一直在背后看你，其实你感觉得到的那个意识哈。所以你就突然一直被这种能量的吸引，好像被人注视的时候，所以在参加这个宴会的时候，你就总觉得好像被人注视，所以你就会东张西望的看看，到处看看。你的内在是觉得说，我看看现在到底有哪些人呢？什么的，其实是因为他一直在注视你，你内在的心灵觉得说，到底是谁在看着我？我要到处看一看，结果你们两个就对上了。因为塔牌在讲的是什么？有一个能量你无法忽视，因为它这个闪电打到这个塔崩塌的那一种能量爆发的火能量爆发的能量很强，那你跟它本来就会连结，所以你很难忽视在这个场合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存在感，你需要找到。尤其他现在先看到你，他先注意到你的时候，他那个能量的传递是往你身上传递的。虽然对你而言，你可能是慢慢之后才会注意到他，可是你会感觉到说，他身上的那一股能量，其实在慢慢的靠近。就像那个场合，你一遇到他，一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他在你附近已经很久了。你不会觉得他是刚刚才出现，你会觉得说他在这里很久了，而且他在整个场合，你在这里待1-2个小时，你发现说他有在慢慢往你这边靠近的那个距离，慢慢跟朋友聊天讲话，他有在慢慢的靠近的距离。所以塔牌告诉我们呢，这个是一个当下突如其来的连接，他没有要慢慢的酝酿，他就是嘣一声，他就要立刻往你这边走来，因为他对你的好奇心各方面的火能量就爆发。虽然塔牌常常被我们把它跟混乱结合在一起了，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比较像是说，他惊喜的、觉醒的看到你的存在，而改变了他原本那一天要遇到你的那各种计划。他本来只是想来一下，跟朋友聊聊天啦、哈啦，打发时间，他就赶快走了。可是你出现的时候，他意识到很多事情，或者今天晚上已经不是他想的那个剧本了，他一定要认识这一个人。所以这边塔牌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看到你的时候，其实彼此的爱情就发生了，他的主动性会很强所以塔牌的讯息说，当你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会被你很强烈的吸引，而且是在你注意到他之前，他就会吸引，所以他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思索，他会顺着那一个火能量，就直奔的往你这边，会开启你们开始认识的第一次接触我觉得这里塔牌在这里出现的时候，讲到一个非常好的反转机会所以这3张牌其实要告诉我们我分开讲一下，塔牌是权杖四，其实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相遇的场合是一个欢庆的，所以我们赶快尽量去有一个庆祝什么，尽量朋友有一些可能要遇见很多人的场，赶快去。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这份相遇其实好像已经是安排好的，而且各种能量都是对齐，都是平衡的。这个是一个可能近期最好的遇见的时刻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要去。那塔牌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去，他就会注意到你，你不用做任何主动，他会自己过来，他甚至也没有在管你个人的真实性或什么，他看到你，他就觉得一定要认识你，他自己会来，所以不用太担心所以整个总结，它绝对是发生在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聚会啦，或是邀请记得一定要去不然这一条故事线好像在这里看得出来有不错的安排因为3张牌的完整性都还蛮高的，尽量让自己有曝光跟出去跟朋友见面的机会来，我们来看第2题第2题的主要题目是说，会有什么方式让你感觉到他就是那一个人？就像第1题，虽然我们已经发现他的出现了嘛，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在心理各方面，或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一个人在看你有什么暗示这些的，我们来再更细节的看一下。所以，我们从这一题的第1个提问是：他是因为他的眼神吗？还是因为他的动作带来什么暗示？然后你会发现他。我们看到的是宝剑国王宝剑国王这边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智慧，可是理智上、逻辑上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象征的牌。它落在他怎么让我感觉到他就是那一个我要遇到的人。其实这个讯息非常直接啦，就是他会用非常明确的眼神跟动作，让你毫不怀疑就是他。所以就像我们刚刚第1题讲的，他的靠近各方面塔牌之后的那个光亮，他的眼神，他会让你明确的知道他喜欢你，他在意你，他在慢慢的往你这边靠近，他想要找机会跟你说话。因为宝剑国王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华丽的会使用各种水能量的那一种更多细节、更多的情感的华丽的语言的方式来接近你他的眼神跟他的注视，你的专注力本身就是一个力量，所以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坚定的眼神，然后仿佛在他的世界里缩小到只能够看到你
好，我觉得他不会是那种轻浮的左顾右盼，然后什么，反正你不会觉得他是很随便的啦。我觉得他会很清楚的，在他一步一步的靠近你，或找机会靠近你，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其实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他其实就是很在意你。他今天来到这里，他没有想到会遇到你，他没有想到会看到你，他会让你很明白知道这一切，然后他也会让你明白说，这都不是游戏，这都不是一些他很花心或者什么，他不是什么情场高手，他不会，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他现在的惊讶、惊喜，在这样子的场合遇到你，所以他的动作会非常清楚，说话不会拖泥带水，他会主动为你做很多事情。好，帮你拿杯水啊，问你要喝什么啊，什么的，各方面的，会让你觉得很贴心。然后他会在人群里面，会让你发现说你是唯一他所看到的人。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各方面他都会很快的就给你一些实际的帮忙。他的举止不会很夸张，可是你会发现到他顾到你很多的东西，而且显得非常简单又真诚啦。所以宝剑国王的能量其实在提醒我们说，他不会用什么甜言蜜语来证明他喜欢你，他会用无数的行为跟稳定的行为，还有坚定专注的眼神告诉你说，你就是他看到的那个人。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遇到的就是这一个人，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有什么方式他会让你感觉到心动？是他的动作吗？语言吗？其实前面就已经讲了，他会有蛮多的动作，可是你会心动吗？然后我们这边抽到了宝剑四的逆位哈。其实宝剑四的逆位是一种从沉睡里面苏醒的讯号啦，也就是在整个爱情的脉络里面呢，它意味着某个人他决定不再沉默了，而是用行动去表达真实的感受。所以这里的宝剑四逆位跟前面的宝剑国王是一模一样的方向，只是它搭配的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小的细节这样。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让你心动的绝对不是他的语言，你看跟宝剑国王一模一样，而是他的行动。这边又再讲了一次，你可能会发现他的内在是比较内敛的，他不是一个随意会表达爱意的人，但是他会一点一点一点的靠近你他跟你相处的时候，在未来他会一点一点的改变，而且他会非常积极的去参与你的生活，关心你的生活，从安静的慢慢的关心会到主动去支持你。他会有这种改变，那这种改变会慢慢的暗示你，让你明白说这个人对你的心很强，很用心。那宝剑四的逆位呢，更像是一种打破承诺嘛。我们刚刚前面说他是有一种苏醒的感觉，可是这边还有一种打破承诺。他可能不是那种甜言蜜语的人，他会持续用更多的行动。可是因为你给他的能量各方面，他的喜欢越来越多的时候，他慢慢的会想要为你对你诉说什么。虽然他的行动会变多，他会帮你分担很多事情，可是他慢慢的会为你诉说什么，或是你在社群上或是生活上需要第一时间有人站出来支持你的时候，他一定是第一个跳出来的那个人。所以他会慢慢的在整个故事线来说，从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他，然后慢慢的发现说，这个人已经在你的生活中开始有一些位置了。光这两张宝剑能量他就用行动展现了非常多他在你生命里面的价值，他在逐渐的建立起来。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三个提问我心里感觉到悸动的那一刻会是什么特别的状况吗？这边我们抽到金币十其实金币十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非常圆满跟归属感的牌啦，归属感。所以当它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让你感觉到就是它，我觉得就是这是第三层，你觉得就是它了。未来就是他了，跟他一起相处，我愿意跟他试看看相处的时候，这一个心动的感觉，应该是他在前面这两个风能量带来某种什么很强的安定感跟完整的感觉。因为金币十的能量带来很强的家的感觉嘛，它不仅只是两个人的甜蜜，而且它是让你觉得非常长久能依靠的感觉。所以当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说，和他在一起已经不是暂时的心跳了，而是越来越可以放松。放松到你都可以享受到你的未来的生活，只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安稳，那个心跳心里的悸动的感觉会走向这一个模式，所以你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感觉到这份悸动譬如说他以一个计算只是以一个朋友的方式陪你走回家然后默默的帮你注意交通又或者谈起未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把你放在很多的蓝图里了。他想要去世界去走走的时候，他都还把你想到说一起去的说什么那些细节，他都已经注意到了。有很多在更前面的、更先行的东西都不是随便的浪漫，而是带来某种很强烈的责任感的。因为我们现在是金币十，你要知道这几张金币十你看我们出现的是金币十跟两张风能量，其实他是一个脑袋各种方面都非常清晰的理智的人所以他会给你的幸福都是一些可规划的未来的方向。所以
金币石在告诉你以后，你心里的悸动啊，是来自一个这段爱能够走到未来的一种确信的感觉。你相信这个感觉之后，你心里的悸动就完善了。所以，它这个不是只是心跳哦，不是第一天遇到那个心跳，而是慢慢的一种持续的跳动，就觉得哇很安稳，你可以平静的走下去的那一个心理的平静感哦。所以我觉得这3张牌给了一个很特别的讯息啦哈。宝剑国王告诉你说，你会发现他的时候，绝对是他一开始就坚定的眼神，然后再来宝剑四逆位的时候。加上宝剑国王的双重的行动，他会对你做出非常多，让你知道他其实现在就在跟你表白，甚至没有表白的原因，他直接就要跟你表白。他甚至在最早一开始第一天就会让你表白的非常明确了。然后金币石的时候会让你发现，他不会只是一时的，不会只是开始的，他后面还会再追求更多的圆满，跟让你感觉到归属感。所以他会慢慢的一步一步让你确信这个人他可以跟你一起走到未来这就是这3张牌的意义。所以我们到了第3题我们大的题目是这个人会带给我什么样子的爱情的感觉然后我们抽到了权杖9逆位、权杖6宝剑4的逆位来，我们先从第一个小提问，他给我的感觉我们现在这一题第3题讲很多的爱情的感觉嘛，他给我的感觉是安全感，还是一种冒险的想未来走去的一个心跳的感觉？来，我们这第3题我们先排除，刚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么多了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他未来带来一种安定的感觉，我们都知道了金币石所带来的。可是我们这边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你可以把3题都当成独立的讯息来看，有没有别的线索让我们的未来希望再多一些变化性所以权杖9的逆位啊，它是一张有防备心的牌，在它正位的时候它是一个小心翼翼的要守护自己，不轻易的把心门打开。可是，在逆位的时候，发现这些防备都瓦解了，那个墙松动了。所以这张牌落在我们在想说，它会给你什么样子的爱情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讯息非常明确，这段感情会让你感觉到你的心防都慢慢的被放下来，而且会想要从生活中的紧绷，想要跟着他一起往未来去冒险。所以你可能曾经在感情里面非常谨慎，然后非常害怕投入，但是当他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自己不再需要伪装跟防守那一切了。以前所相信的爱情的东西，那些安全的感觉，我说你在遇到他之后，你觉得没关系，我要冒险，我要去走出新的东西，那就表示他本人应该带来非常多的多样性，跟你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这样子的一个种类的人，然后他会让你觉得说，或许我可以试看看跟这个一个人往新的未来走去冒险看看，应该也不错。所以逆位的权杖9这样子的能量你在一个安全的堡垒里面，把你推动跳出去，你好像就觉得说，我有这个堡垒也不错，但是我更向往外在的不安全，我更想要拥抱未来的挑战、未来性。你会突然这样，那表示什么？这个人有很强的那个未来性的信赖感注入在你身上，所以前面的金币石啊、宝剑的能量这边又再留下来了因为它带来的某种安定感，会让你觉得跟着他走往未来去不会危险，而是你生活中某种好像太过乏味、太过安全的这种感觉的松动。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生活不再只是那种在单调的安全区里面生活，而是多了一种刺激。我就是要这种刺激，我希望这份爱情可以帮我突破我生命中的乏味。所以他可能会鼓励你尝试很多新鲜事、新事物。小事情有可能你想要学烘焙啊，你想要去学登山啊，想要去学潜水这些的，你会发现他整个人有一种很强烈的稳定性，带来未来的冒险性，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常常在做很多你不敢做的选择，而且他都没有失败，他就一直在享受整个冒险的过程。我也想要跟他一样，而且你跟他在一起，也会心里会觉得说，因为他在，我可以学他，或是跟着他一样放弃很多顾虑，然后我只想享受跟他在一起的那种疯狂的心跳着往未来的去冒险的这个心跳。所以权杖9的逆位在告诉你说，他会带给你一种突破、自由的爱情的感觉，你会迷恋这个感觉的那么在细节的第2个小问题呢，就是这段感情是温柔的还是强烈的？从第一个小问题权杖9发现是强烈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这边发现是权杖6，那它带来的本质是什么？它带来的是一种有胜利跟荣耀的本质嘛。所以当它出现在爱情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它代表某种很光明的、很公开的、很自豪的感觉。所以在这段感觉，我觉得你感觉到的不只是温柔那个细节的感觉，而且更强烈的是往未来冲去，想要去达成什么、改变自己、挑战什么的那一种荣耀感，慢慢的会在你内在浮现出来。我觉得它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他偷偷喜欢的，我觉得他会非常大方的在阳光底下告诉很多朋友的，把你放在太阳底下，让朋友知道说他是非常注意你的、带领你的，然后很自然的关注你的，用很多行动告诉你说你是他的重要的选择。这种直接的感觉是他的感情里面其实强烈的。所以权杖6的能量意味着说，他的爱情啊，虽然很像一个胜利的庆典，可是他不是为了
喜欢你或是炫耀你当成是一个胜利，而是他是真的欣喜的觉得他在人生里面好像胜利了一场。他不怕别人知道，他也很希望大家都知道他找到了你，他是这种胜利的心态，所以他不会害怕面对对你的喜欢，反而会因为喜欢你了，他自己也变得更有自信，然后带领你的，然后跟你一起去做很多冒险，发现你也跟着他改变，他也很多改变，发现两个人是一直加分的往未来的方向一直改变走下去，他觉得很开心，他是这样子的想要展现自己哈，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这段感情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细水长流的温柔，应该说也是，可是它不是核心，而是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些强烈的能量，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有好多的冒险，很多的投入，很多的未来的拥抱。所以他这份拥抱在这张牌还加了一个荣耀的感觉，然后一直不断的燃烧这个爱情的一个热能。所以我想你们在未来光是这样子几张牌就知道，说你未来一定会去探索很多很不错的地方，很多很不错的冒险，很多很不错的国家所以这环游世界都是有可能的。那第三个小问题呢，就是这个爱是在让你成长还是疗愈？问题问到这里，可是答案前面都出来了，是不是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还是抽了一张牌，是宝剑侍者的逆位，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点那我们先解释宝剑侍者的逆位其实它是一个学习讯息，但是因为它是侍者，所以它是有一种年轻的不安，对未来的展望是不安的牌。但是他在逆位的时候是这样，那是因为他在正位的时候，他是一个探索成长的，可是逆位都显着某种试探跟不确定嘛。所以当他落在这一个问题上面的时候，他是助长让我成长还是让我疗愈呢？我觉得他的爱更多是疗愈你，而不是让你强迫你成长。他疗愈了你什么？原来我可以做到更多。原来我没有我以为的自卑，我没有我以为的没用，我没有我以为的普通价值，我还有更好的价值，在他的眼里，我能够展望更多。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也许带领你去潜水，你终于知道说，原来潜水不难。我以前看大家都在潜水看海底世界，我觉得好难好恐怖不能呼吸，还要学这东西很累。所以他带领你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很简单，或者学登山。或是学爬山，或者学烘焙，我每次都讲这几个了然后或者学健身，很多的，然后或是去探索新的世界，或是你觉得去一个你语言不通的国家只能讲英文，然后你英文也不好，或是什么的，你觉得东西很麻烦的。可是当他带你去，就发现说一切都不麻烦，人跟人接近的时候，语言就不是问题，他可能就让你慢慢的突破，而你心里的这种对自己的很多怀疑就被他疗愈了。我不能说是因为他带来各种强烈的正能量，让你的负能量被盖过，不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出现，在某方面来说，他自己也在成长，他自己也在挑战。可是他在成长、在挑战的这个时候，他觉得带着你的时候，他更有动力，而你还跟上，所以你们两个成长的速度很快。所以你内在的疗愈是什么？你被你的不断成长所疗愈了，而这个成长并没有给你压力，而你也没有觉得你一定要成长才配得上他，没有。你发现说他永远都跟你差不多的位置带着你走，他最多只会走你一点，走比你快一点点，他会等你，他会照顾你，他并没有强迫你，这份压力就没有出来，所以疗愈的感觉很重。那所以我们从这里整个看下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这个人他可能过度直爽，所以他过度直爽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有点笨拙，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说话的人，因为我们这边都没有发现水能量嘛没有很强的水能量出现他不是一个天花乱坠想话的人，可是你会发现他做的所有事情都非常实际，让人安心，而且你会非常期待后面还有什么，后面还有什么。所以这段感情啊，当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他说记得好好的跟着他他会牵着你的手，带着你的手往未来走去，然后你内心有很多东西都会被慢慢的修复，而不是被强迫成长。等到你惊觉到你已经走到那里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三张牌在讲什么？再回顾一下权杖9会让你卸下防备，往新的未来走去嘛。然后权杖6会让你发现说，你往未来走去的时候，你对自己很自傲、很自豪，你很喜欢自己。然后宝剑侍者的时候会发现说，这一个人所有带来的一切，其实一直都在不断的疗愈你。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所有的牌面大致上可以讲一下他整个人出现到你们后来交往到整个流程，这样应该有一些不错的讯息可以让你发现他，还有大概对于相处的未来的展望那我们就好好期待吧。那谢谢来听到我祝福你。来，我们现在来看到第2部分，第2张牌的第1题第2张牌的第1题。
那说明一下哈，我们会有三大题目啦哈，三大题目，然后里面会有3个小题，然后3个小题呢，我都会各抽1张牌来看它解析是什么哈。所以第一个题目是，你们会在熟悉的场合，还是在你陌生的场合里面遇见它？然后我们这里抽到的是第一个题目哈，然后抽到的是宝剑6的逆位。宝剑6的逆位象征着某种停滞，然后呢，无法向前被迫留下的那个感觉。可是，在爱情的脉络里面呢，这代表相遇的场景呢，不是你刻意去追求的一个新的位置了，而是当你觉得人生生活里面现在动弹不得，只能暂时先留在这一刻，或是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其实这张牌讲的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场景，就是你现在处在人生的过渡期，不上不下的位置的时候，想要改变却找不到方法，找不到出口，想要出发，可是又受困于在原地所以你可能觉得你的生活一成不变然后甚至有些无力但是就在这种不得不暂停停下的位置的时候，它的能量就悄悄的走进来了。宝剑6的逆位其实在告诉我们说，这段相遇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时机啦，它跟这个没有关系，然后也不是你准备好了，整个能量都正确了，然后完整的时候它会进来，也不是一切顺利的时候进来，有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特别的情况要看到问题跟抽牌，然后就刚好抽到宝剑6，然后它在一个我们时常会偶然发现一种负的阶段，暗的能量比较大的时候，结果这一个人会成为一个光明的灯慢慢的走进来。那他出现的时候呢，会成为一个陪伴的人、倾听的人，然后你无法往前的时候，他会伸手，会从一种贵人的方式伸手援助你。所以这种相遇在某种方面来说，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之前应该就已经有约定好了啦。然后可是你们的约定是一种需要的时候、互助的时候、内心在呐喊的时候，请你出现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觉得你分身乏术或是无能为力，很多时候你内心要相信宇宙跟你的灵魂要对宇宙去呐喊，呐喊是有用的，因为你的意志力那个时候可能是极强、极纯粹，你会觉得你的思绪思索是非常的混乱的。可是你的苛求、你的欲望、你的渴望，你希望被救赎、被拉走、被救起来的那一个渴望，却是 pure 的、很干净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低谷的时候，有人说不要怨天尤人然后什么不要在那边只是抱怨其实你有的时候在深夜的时候，你内心用安静的灵魂的心跟宇宙大喊着救救我吧，把我拉出来吧，这个能量也许就会呼喊着以前跟你有约定、有灵魂契约的那个灵魂，它就会出现。它这一题宝剑6的逆位，它就是在这个方向，它有一个宿命感。它竟然会在你无法前进的时候，它竟然跑出来，这个是很强的能量的呼喊了。所以在这一题我们讲说相遇的是熟悉的场景，还是陌生的场景遇见的时候，它是一个实体的场景。可是这里讲的是抽象的，它讲的是你在一个无法前进、停滞的什么心境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出来。那再看第2小题呢？这一个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自然而然的走来这里？然后我们抽到了皇帝牌。因为皇帝牌的能量代表某种权威结构，还有一种很稳定的命运里面的什么秩序。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讯息非常清楚它的出现是命运安排着，跟前面的这个宿命感是一样的，是命运安排的，绝对不是随机偶然的。因为皇帝牌象征的那个秩序的牌它的靠近绝对不是混乱的，而是经过时间的铺陈。我觉得它其实应该在不久之后就应该要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了。可是没想到你的低谷来在这根之前，它不得不早一点出场所以经过时间的铺陈，然后或是你们的生活轨迹早就已经在宇宙的设定上是有交汇处了。可是当你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必须要提早站在你面前。然后这段相遇呢，我觉得也没有说不在安排内啦。它出现的时候都有一些正确的时机，你的灵魂呢正在呼喊着，希望有谁能援助你的时候，没想到把爱情呼喊过来了。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然后只是进度提早。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和他相遇的时候，心里有带着一种安全感跟稳定的感觉。然后它不是一种浪漫的突然出现，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有一种安心的，而且有实质能力帮助你的能量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它的出现应该可能会在你的学习的场合工作的场合或是你可能去做一些身心灵的课程你要开始靠近秩序，开始让自己进入稳定的时候，它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也许你再去做一些咨商啊，请求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忙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因为它正在某个你寻求被救赎的位置的时候等待着你哈。所以皇帝牌提醒我们的爱情不仅仅是心跳的那个感觉，它更是一种跟命运有关系的路径的结构，它会慢慢的让你走到他身边，它是一个稳固的路径哈，然后命运会精准的把你放置在跟他交汇的这个路径上。所以记得，有的时候内在我们有一些呼喊，像前面这样子，我们要相信你不会永远都在这个低谷啦。它一定有一些契机的，有一些转机的，要相信哈，不然皇帝牌出现，它其实在告诉你说，我们有我们的秩序，你的混乱不会永久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你看你内心从宝剑六这个逆位的时候，你内心产生呼喊的时候，没想到它本来是在前面一点点等到了你的时候，就已经听到灵魂已经听到了，却往你这边跑来了。就证明这一条路径本来就有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智各方面在比较低落的时候，不要太过觉得没有希望，没有，永远都有希望，只是时机的安排，我们还没有走到而已。好，它永远都会让你走回最安定的秩序里面，这就是皇帝牌在讲的哈。所以到了第三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讲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你会先注意到他，还是他会先遇到你？他会先注意到你哈。我觉得这边抽到的是圣杯四嘛。圣杯四本身带着一个冷静啊、沉思啊、迟疑的那种能量的牌，我觉得在爱情的脉络里面，它意味着说他会先注意到你啦，你可能最初是没有发现的啦哈。画面上，圣杯四总是在思考说，抽到圣杯四的人总是在思考说，眼前的杯子他都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眼前的重要性跟价值都没有意识到，人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好。就像你在找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东西你都找不到，因为你之前从来没有在看它。好，然后圣杯四的原本的韦特塔罗牌的原始的图是有另外一只手递上一个新的杯子嘛？其实这个就是你们相遇的写照啊！你可能在专注于自己的生活，甚至对爱情都没有任何的期待。可是当他靠近的时候，你就没有立即的反应。其实他就在你附近。我一直在说，刚刚我们从第一张牌的时候就一直在说哈，宝剑六逆位的时候就说，他其实在你附近，不然不会灵魂一呐喊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只是你们的连结各方面可能还没有真实的成为朋友跟有关系，可是他一直在附近了。所以圣杯四也暗示了这一件事情的可能。他终究会递上一个新的圣杯，也就是在你前面宝剑六的时候，你在人生的低谷，或是你觉得需要呐喊他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这个伸出来的这一个杯子，早就已经在你附近，你只要伸手去把它接住就好了。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呢，你可能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对爱情已经有那种一半一半没什么好期待的感觉。于是当他靠近的时候，你不会反应过来。所以这边在讲什么？他有在靠近。要开始注意，要敏感了哈。然后呢，他会注意到你，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你的存在了，所以当你需要心里在呐喊的时候，他才能够找到方法去靠近你。甚至他可能会以一个陌生人，或是以朋友的方式，或是在网络上看到你 po 文或什么的限动各方面，他有感觉到你的低落，而他会传讯息告诉你说：“可以跟你聊聊吗？”表示他早就已经注意到你很久了，而你从来没有看到他伸出来的那个杯子，主要是因为你可能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或是他的 po 文或什么，也许你们根本就没有追踪好友或之类的。好，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在聊天各方面的时候，你会被他的温暖跟各种对你的理解跟能够支援你的那种实际的资源，你发现说你会被他吸引，因为他真正的是在你比较低谷、比较差的感觉的时候把你救出来。好，我没有说这一题是一定要在你进入低谷他才会出来，而是当你整个能量如果现在真的在比较低谷的时候，他出来的机会就比较高。好，当然也会在一些生活的小细节里面，你可能遇到一些挫折或什么，让你 po 文在抱怨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出现。因为什么？圣杯是在告诉我们，他一直在附近留意你的行动。他其实有的时候会去留言，有时候会去按爱心之类，在慢慢累积他对你的在乎，或是提醒你，或是暗示你，他一直在看你。可是你从来就没有回过神发现他，所以等到他在前面宝剑六的逆位的时候，发现他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你的了解超乎你的想象。所以这张牌其实在告诉我们了，他一定会先看到你。其实他现在就已经看到你了，只是你要慢慢的才会意识到他的存在。好，那这三张牌就有一个小总结啦。好，宝剑六的逆位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多事情都停滞不顺利的话，他差不多能量已经流进来了。好，那因为他开始出手了嘛，他开始出手。那皇帝牌在说，
其实命运已经安排很多很不错的稳定性跟秩序，让它一直在你附近环绕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它没有出现，只是那一个能量的连接的事件出现的时候，它就会自己蹦出来了。那圣杯四也在跟宝剑六逆位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其实它都在附近啦，它已经在注意你了啦。好，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人帮忙或什么的时候，你呐喊，内心呐喊，或跟宇宙呐喊，或是 po 文、限动各方面呐喊，我跟你讲，它会跑出来的。来，我们看到第二题哦。第二的大题是，他会用什么方式让你感觉到他就是那一个你期待的人那一个哈？那我们第一个小题是说，他会有什么眼神啊、动作带来一些暗示嘛？哈，我们抽到金币六。金币六本身是关于一种给予跟接受的双向的牌啦。它的画面常常是一个人伸手帮助嘛，哈，然后将金币分给需要的人，可是也有接收的人，所以给予跟获得这方面其实形成一种平衡的分享善意。所以当他出现在这里的时候，讯息有一个很明显的状态是，你会透过他的行动而感觉到他的亲近，进而感觉到就是这个你所等待的人。他眼神里面会散发出一种他很愿意付出爱的那个光芒，对于别人对于你都会有非常明确的。然而他在看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眼神里面的那个 pure 清脆是完全没有所谓的占有欲，或是对你有任何的计算算计的，而是带着一种就是我可以照顾你，你需要我照顾你吗的那种纯粹的感觉。他那个眼神不同于只是一开始看到的时候那种短暂的好感其中有代表了蛮多的一种温暖的责任感，还有真心的觉得他可以照顾你他可以看顾你很多事情，所以在行动上他会用非常具体的方式跟你表达他的在乎啦，就变成是说你有很多事情不方便然后是你就像刚前面讲的有些低谷的时候，他立刻就会伸手告诉你，那甚至你没有开口他就会知道你的需要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如果你能灵魂有一些呐喊什么的，记得把它呐喊出去，这个人就会在这种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刻的时候偷偷伸手去帮助你，或是他会请别人去帮助你，你甚至不会发现。金币六它从来就不是一种浪漫的夸张的宣示型的爱情，它的温柔是那种在底层的慢慢的对于行动去付诸实践的一种温柔。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对你做的很多事情，慢慢的你会发现，就算以朋友或什么，他对你做很多事情都会慢慢的恰到好处，然后让你发现说，在你最需要的时刻是被支持的。我跟你讲，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浮现的方式是什么？你发现他首次对你有实质的帮助或支持，或是只是转po你的文章或什么，或私底下传讯息给你就闲聊，用一种好像陌生人，可是又注意你很久的熟悉感的方式跟你聊天。他这个就是他出现的一个方式，他一开始就会用一种支持你、看顾你、照顾你的那种真诚出现在你眼前，所以这里的这一个它的出现的暗示其实非常明确，你可以感受一下。那第二个方式就是他用语言还是用行动让你心动，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啦，是行动是行动。那我们抽到了世界牌的逆位嘛，这里其实这边差一点那个世界牌的逆位讲说还有一些东西未完成。他在正位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圆满的，很多事情都已经达到标准了。可是逆位的时候意味着很多事情仍然在进行，然后尚未达到终点，所以他会停在这里然后还差一点，就差一点。其实答案是他还在行动，他还在慢慢的靠近你，但是他不会用言语，他会用很多小小的行动，慢慢让你发现说他对你是心动的，让你发现说他的这种支持不是朋友的，他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他会越来越亮，在你面前会越来越亮眼，而那一个很奇妙的依赖感会在你心底慢慢的浮现所以我觉得他绝对不会用说话的方式来告诉你说他能为你做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他一定是已经都做了，让你发现说他对你多做了很多事情，多做了很多关心，他不会用那种华丽的辞藻去讲他的情话，他都是用那些行动。可是如果你真的跟他相处，真的发现说他说话行为表达不够好啦，就是差一点点，这就是世界牌逆位的方式。但是你要发现他这个人必须要用他的行动来去诠释他的本质，你会知道他其实是非常在乎你的。他未来就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也要习惯他所有事情都是用行动来表达他的言语的空白，要看他做的事情，不要听他说的话，因为他不会，他嘴巴不太会形容，他一定是多做那世界牌的逆位，其实在这个能量在提醒我们的爱情，其实我们这边也要理解到，爱情其实不是一定都要有什么完美的语言有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都没有说我爱你、我在乎你、我喜欢你，表示他没有，你要看他做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是存在那种持续性的行为。他如果一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都对你这样做的话，这个对你的喜欢跟爱已经超越了言语，所以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默默的累积很多的小事情，默默累积很多你
可能觉得很日常的陪伴跟守候，可等到你心里不稳定，有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哈。他虽然言语上缺乏很多浪漫的台词，可是他的举动一定会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生活应该会觉得非常扎实。所以世界牌的逆位其实就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心动的那一个瞬间啊，绝对不是那个甜言蜜语的告白，也许有的时候有。可是，在他身上就不是，他就是那一种，他已经为你做了非常多事情了。等你意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欠他很多，发现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这样子在乎我非常多的细节，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没有在乎我那么多，他竟然可以在乎这么多哈。世界牌的逆位就在讲这个，但是世界牌的逆位还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啦，他还想做的更多，为你做的更多。所以到第3点哈。你心里真的觉得要很悸动，觉得爱情发生的时候会在什么情况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抽到金币骑士嘛，所以跟前面他的行为举止非常符合。这里象征了稳重、坚持跟责任牌的牌，所以意味着当你心里开始感觉到对爱情的悸动出现来自于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因为他在生活里面给了你什么很不错的踏实的感觉。因为金币骑士他不是那种行动最快的骑士啦，但是他是最可靠的，他的步伐是最稳健的，代表他会不疾不徐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慢慢变得很重要，他一点一点能给你的爱，他相信你能够感觉到。所以未来当你发现了这个人，你确定是他这个人，然后可能接受了他一些表达，你觉得可以试着交往，你会慢慢的意识到说，这段感情跟以往的内在的心动是绝对不同的，它没有那种活水的爆发型的，可是它有一种好像可以细水长流，可以一直依靠的感觉。你的心会因为他的内心非常稳定而感觉到悸动，反而你的跳动声太大了，而且他还会总是在很重要的时刻就出现，而且他总是默默的帮你承担了一些你的担忧或什么。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交给他的时候，对他来讲都是轻而易举的就解决，而你就觉得很困扰，你会觉得你被他守护。可是其实要看到一件事情，他也没有真的轻而易举解决，他是把他自己的形象或是不要让你觉得有压力，所以他表现得很像是轻而易举的解决。所以你内在慢慢发现这些现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的悸动很强。你会发现说，它慢慢的在你心底像日出一样的浮现出来，一直不断的照亮你。等到你开始感觉到热了，太阳光很热的时候，它已经照亮你非常久了哈。所以金币其实这边在告诉我们啊，真正那一个你会感觉到的那一个人的感觉啊，不是那种爱情片啊，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大型的浪漫的现场，它是在那个平凡的各种小细节里面，你回头看到的时候，回头意识到说原来是这个人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好安心哦。原来一路走来的时候，那一种平稳平淡的那种平凡的生活感，都是他在看顾、他在保护的。哦，所以这3张牌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金币6的时候啊，他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开始第一次为你付出的时候，第一次明确的支持你，所以你就发现是这个人了。然后世界牌的逆位在告诉你说，他其实会用很多小细节，对你付出很多小东西，慢慢填补到你的生活里。然后金币其实在告诉你说，他最后会让你觉得爱情来的时候是那一种他给你的踏实感。好，慢慢这3种东西拼凑出来，你就知道是这一个人了。来，我们现在来到第3题。第3题的大的题目是问说，这个人会带给你什么样子的爱情的感觉啦？然后我们第一个小题是问说，是安全感呢，还是一种对未来的冒险心的一种心跳的感觉？好，然后我们抽到了圣杯5的逆位。圣杯5的逆位本身就是带着一种苏醒啦，走出悲伤的一个能量的牌。好，但他在正位的时候是一种遗憾跟失落，他在逆位的时候是走出悲伤，这个你要感觉到一下。所以其实在逆位的时候，它其实代表着某种重生，可是是小型的重生。它还差死神牌或是审判牌一点，差一些，但是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不错的起步了哈。那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份爱情的感觉会带来什么？绝对是疗愈的啦。就疗愈的安全感。你或许在爱情里面受过伤啊，或许有一些失落跟不安了，但是当这个人走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存在很像你开窗户的时候，就发现说哇，外面的阳光普照照进来了，然后你会慢慢的发现说有些阴影你会慢慢的走出来。他不会强迫你忘记了，可是你会发现说他对你说的一些语言语境，他对你的事情的见解，他好像经历过，然后他懂得怎么陪伴你，他懂得怎么去轻柔的去跟你对话，然后让你发现说他的存在是非常的安稳的，然后慢慢的进而像是一种爱情的感觉。圣杯5的逆位会提醒我们这段爱情的能量并不是一个剧烈的冒险的心跳啦，而是有非常强大的修补能量。你会因为他
而感到非常的安全。会因为他的眼神各种举止里面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变好，只有慢慢的等待你啊，还有接纳你变好啊，接纳你很多的面向啊。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最好的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人不需要为了一个人做太多的改变了，你就保有你自己的样子，等待一个人接纳你全部的人，这样就好了。这个人就能够带给你这样子的爱情的感觉了。所以我发现这个人的出现在某方面是你爱情的贵人，也有这个出现，像前面金币六这边都有嘛。所以他这边在讲的是说什么？原来你心底在他面前的时候也会卸下防备，然后原来你心底有一个好久都不相信爱情会发生的感觉，竟然在这里被他唤醒了。原来圣杯五的逆位带来了这一个转机，他不只治疗了你，他还什么？唤醒了你某些对爱情的渴望跟相信哦。那在第二个小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段感情是温柔的还是强烈的？前面这个治愈的能量是不是已经说了是温柔的？但是我们这边又抽到审判牌的话，那我们大概再看一下审判牌又带来什么别的角度你看我们刚刚说圣杯五的逆位已经算是某一种新的苏醒了嘛？结果我刚还说审判牌，就它出现了。审判牌代表一种觉醒，它已经到觉醒了，它这份重生已经有觉醒的能量了。还带来什么？你会呼吸到新未来的一个空气，所以当它落在爱情的脉络里面的时候，这代表说，原来啦，它虽然是一个温柔的治疗的能量，可是它还带着召唤你进入新的领域，进入新的升级的阶段。所以在他的爱里你会感觉到你的灵魂重新被召唤到一种新的层次里了。所以审判牌它并不是只是在爱情里面跟你是一个暧昧的啦，而是清晰而直接的希望你进阶。所以这个人的存在会让你感觉到你一定要做出回应。这不是一个自私或知道，而是你会对正的能量跟你的升级到新的位置，看新的世界的领域要做出回应。你无法假装自己没有改变，这股正能量会把你推动到你彻底的对自己有很多的领悟跟觉醒而改变。从你的内心深处，你会感觉到说，原来爱情的治愈能量还能帮助我们加分升阶转职转换不同的自己，认识自己，惊吓自己，原来还能够走到这样子的更高的位置。这是审判牌出现的那一种类似强烈的讯息。所以呢，审判牌在这边象征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他的爱情会推动你怎样往未来走去。他不只是治疗你、安抚你他还对你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正能量的推动。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人生好像重新被定义了，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可能就他这个讲的其实是在说，你被重新定义之后呢，他也许他的出现的任务就结束了耶。也就是说，未来你跟他的发展顺不顺利都好像已经不是他的责任已经结束了。可是后面如果相处的时候还能再更相处的更好，哇，那个就是一种 bonus 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爱情的灵魂的召唤的实际它有一个任务型的，你们用爱的力量被召唤来，然后来的时候可能初期交往，或是前面已经有确定关系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审判牌跟圣杯五的逆位的牌一直在修复你、提升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变成更好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出现他这一个爱情的。他的出现的任务已经结束了，然后后面都只是持续下去，两个人守护在一起这样子。我并不是说会分开了，而是说，其实真正他为什么要出现的意义已经展现出来了所以这边才会说人生重新被定义了，而且它会激发你去面对更真实的自我，还去挖掘你意想不到的自己所以他的出现最重要的是，原来我值得更好的爱。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句话好像只是在爱情里面的失恋之后的一个安慰自己，可是不是，它其实是一种你会一步一步的觉醒，得到更好的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段感情是强烈的吗？是，可是它是用柔情的方式，用灵魂的召唤的方式去做诉说，去做给予那么他第三个小题，他的爱是让我成长还是疗愈？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虽然我每次这样定题，可是我们前面都知道答案了。然后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皇后的逆位嘛，宝剑皇后的逆位象征的言语上是有表达是有困难的啦，然后是有压抑的啦，会慢慢的放下防御啦因为他在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就是说他的爱是会让你疗愈的，然后他不会逼你成长，不是这样子。所以前面的我们知道说你的新的境界是因为你跟随着他的召唤，他灵魂召唤你，你自我的自然的成长，他没有逼迫你，所以他在疗愈的功能里面你自我的成长了。
好像就在这个疗愈比较像是说，伤口复合了，你就没有那么痛，因为你痛过了，你知道那个痛在哪里，你知道怎么忍耐了，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成长哈。宝剑皇后在正位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理性严厉的啦，可是，在逆位的时候就被柔化了，柔化了，所以他可能不会用很棒的语言表达自己，这前面也讲过了哈，那些土能量，他其实也是一个词不达意的人，但是他的行动各方面你一定会感觉到他的真心哈。这里宝剑皇后逆位又再讲了一次，他的行为上表达上，他确实没有办法表达这么好。他的爱情的方式啊，除了他在行动上面陪伴你啊，在看顾你之外，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一切都松弛了下来。一切都自在了下来，一切都不再那么紧张了，因为他的陪伴里面带着某种教导、领导，让你进入那一种安心、疗愈自我，然后不知不觉的慢慢的成长、醒悟、苏醒的状态。你会发现有他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一切都被接受了，你的各个面向都被接受了，被挖掘出来的新的东西也被接受了，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哈。所以这3张盘再做一个小总结哈，圣杯5其实带来就是什么？带来某种新的安全感啦，它会带你走出以前的那些阴霾，然后审判牌也告诉你说，它带你走出那些阴霾的时候，竟然还让你自我觉醒哦。然后宝剑牌你会告诉你说，你的这个自我觉醒不是你要求的，也不是他强迫你的，而是你自己在这个疗愈的功能里面学会的。所以它的出现在某方面来说，一个很强大的，我觉得它是一个爱情里面的贵人。你慢慢的期待和乐观的期待就好了。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第3张牌，选第3张牌的朋友哈，那我这边说明一下哈，我们会有3个大题目，然后每一个题目会有3个小题目，然后每一个小题目会抽1张牌来解释哈。那经过了前面的2张牌的经验，我发现所有的串联性都很强哈，可是你一张牌还是可以慢慢听哈。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哈，第一题是它会在什么样子的情境里面出现，所以分出了3个小题的第一个小题是说，那是在熟悉的场景还是陌生的场景里呢？那我们看到了权杖侍者的逆位哈，其实权杖侍者的逆位带来一种不确定跟犹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哈，就是他可能有些初期的计划已经是被打乱的一种能量了，因为他在正位的时候，侍者代表一种新的开始嘛，然后热情才刚点燃哦。可是他在逆位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一开始就有点出师不利哈，然后很多方向都被改变，事情不会照着原本的安排走。所以当他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答案是什么？你们的相遇是一个意外的场景，你根本都没有料想到的哦，不是说你绝对不是你现在早就计划好的哪一个方向，它一定是突发的。你会被推到那里，你会临时改变行程到那里，你会是临时的邀约到那里，你会是一种其他人做了偶然的错误的决定，或是你做了偶然的错误的决定的时候，突然改变了方向，改变了场所，改变了空间。比如说餐厅换啦，订错时间啊，什么各方面这样，或是你飞机订错票啊，或者什么位置啊，你订的位置结果后来被换位了，到柜台跟你讲说，他需要你再去换位置这样子，就是这些偶然的状况哈。所以这张牌的讯息是什么？这段相遇，你无法刻意寻找到，而是一种错位的方式，哈。所以你可能原本不期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会觉得有一点混乱哈，然后你可能想逃避，偏偏在你逃避的方向的时候，它就悄悄出现。所以权杖牌侍者的逆位，其实在提醒我们了，爱情常常都不在那个计划里面降临，它都是可能在你走偏了、走错路了，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了，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了各种方面的时候。宇宙就刚好趁着这一个你内心 empty 就空洞的状态、自我放弃的状态、自我流浪的状态，偷偷给你安排一个小惊喜，因为你那个时候有释放出一些空间内在的话，它就是给你这个小惊喜就会出现。那我们再来看到说，这个你们的遇见是一个命运的安排还是自然的？那我们抽到战车牌嘛，战车牌本来就象征一种推进，然后意志的方向到山顶上。拔那个你的梦想的旗帜，这个听了很多次，你就把它记得哈。所以当它出现在这个问题里，这是自然的还是命运的？这绝对是命运的。为什么？因为战车牌他已经知道了他要去的位置在哪里，是安排好的，是定好的。所以你们的遇见是命运的推动力安排好的。所以这边再次证明，你不需要主动找他，他也会被宇宙的力量推到你面前哈。因为战车牌的能量是非常强的哦，它这个是。有路径的哈，意味着你们的相遇随机性很低啦。即便前面那一个有很多错位、不在计划里的路线，可是那都是什么？那可能都是
宇宙偷偷取消了你的计划，然后让你们在奇怪的、类似的、以为是随机的巧合里面，可是那是必然的遇见的方式里面让你们相遇哈。所以它的出现会很像一股力量突然闯进你的生活，你会发现它一出现的时候，你们就有共同的目标，你们就有共同的话题，好像很多东西都很熟悉，然后好像你们的相遇是一定要遇见的，好像绝对不能错过的感觉。然后你会遇到他的时候，你有一种很强烈的被推动的感觉，好像被推到了要跟他相遇的这个点。这个感觉不是只有你有，你们两个人都会有。那政策牌的讯息呢？他会想说，即便两个人的道路不同，可是你们相会的地方是早就安排好的，就像登山上山啦。你们从北边，北路口、南路口不同山上，可是插旗的山顶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所以在那边相遇。所以这段相遇呢，会让你心里产生一种原来如此，原来是他，原来之前的所有的弯路跟绕行都不重要，终究还是会被到那个交汇口。这个你们在遇见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背后有一种能量在推动你们遇见了，这个很强烈。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一题是你会先注意到他，还是他会先注意到你？这个好。那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皇后嘛？权杖皇后本来就是一个充满自信很风光的、很光彩的牌，可是它内心代表着很多的温柔、很多的温柔热情，还有魅力的绽放。所以当我们出现在这题的时候，当然很明显啦，是他会看到你的啦，因为权杖皇后这是一个吸引众人目光的存在嘛，在你这里，我们从你这个位置看到你抽到这张牌，所以一样，你不需要刻意去寻找他。3张牌都讲这件事你只要有出现在他也在的场合里面，你的所有的光芒无论别人有没有看到，他一定会看到，因为对他来讲，你就是那一个他要看到的那个光芒。所以当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会被你的存在感深深的吸引。你可能认不出他，可是他一眼就会认出你跟别人有所不同然后心里就会油然而生一股想要去好奇、想要去靠近的那个渴望而你的感受会慢很多，因为你是权杖皇后的能量，所以你比较多的是关注在你自己身上，跟你已经认识的朋友身上，你的能量跟温柔只会在他们身上，所以你最初可能会感觉到他在看你，感觉到有人在慢慢的靠近，然后你才会逐渐的发现说，这个人好像在展现出让你知道你很重要，你很特别。他不是用来彰显自己的重要他就会一直在让你知道你很特别。然后，其实这里讲的不是说你不敏锐他的存在啦，而是权杖皇后的能量本来就是以一种你是核心吸引到外在的人，让别人追逐的牌。所以你真的在这3张牌看起来你真的不用主动去找他他的目光跟他的注意力会因为你的出现就慢慢的被点燃，所以这张牌在显示说，你会因为他的注视跟靠近后，逐渐感受到自己的光芒被照映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被看见的幸福，而且这份幸福其实也是他在让你一开始先让你知道说你很重要，你很重要，你很重要。然后你会慢慢的发现说，其实我好像这么很有价值，我好像在经历过很多爱情之后，结果现在才第一次觉得说，原来我有这么可以被人再次爱上的那个感觉会再出来可是主要是他的能量，他的注意力，他看得懂你，他接得住你。所以未来你们如果真的在这个慢慢交往或做朋友方式，你会发现说你心里有很多东西，各种能量的东西，他都接得住因为他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你的光芒，他还看到你很多的面向是他好奇的，而且是好奇的是他能够接受到的那个事实，他非常向往你的。怎么讲？你的存在感，他很好奇你的一切了所以这里3张牌在讲权杖牌侍者的逆位是一个意外的场所，刚刚已经讲到了。那战车牌说这个不是随机的，这是命运推动你们要安排的。那权杖皇后说，其实你不用做任何事情，的光芒就会吸引到他。这3张牌都在讲什么？你只要悄悄的等待，好好的保有真实的自己，在他出现的那一刻的时候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因为一切外在有很多好能量把你们推进，其实这个能量比较像什么？把你慢慢的移到他面前。其实他也没有在找你，可是当你一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立刻能够辨识出是你。来，我们来看到第2题第2题是说他会用什么方式让你感觉到他就是那一个你等待已久的人，其实是宇宙在告诉你说就是他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会用什么方式然后我们在第一个小题说他会用眼神或者行动上暗示嘛。其实我们抽到愚人牌，愚人牌是一个极具纯真能量的牌。当他出现在
你要怎么感觉到那个人的脉络里面的时候，讯息非常清楚，他的暗示不会是精心设计的，而是带着一种天真，然后又即兴的表达。因为愚人牌的特质是一个很自由的啦，他不像其他的角色会背负太多的规则啊、计划啊，然后他的爱是很直觉的、很冲动的、很纯粹的。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你会在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一种毫不隐藏的光芒，他就会像小孩一样第一次发现自己喜欢的玩具那样。虽然不是说你是玩具啦，可是发现一个第一次喜爱的东西出现，那种喜悦几乎就满溢出来，无法隐藏。与其说这一种满溢出来的表达是一种暗示，不如说它是一个无法隐藏着他内在喜欢你的那个事实。他的眼神不会闪躲啊，然后他也不会犹豫，而是非常直爽的就跑到你面前，然后眼神落在你脸上，然后当你注意到他看你这么久，很注意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他看你的方式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因为他的眼神是很清澈的没有在算计什么，没有什么在占有欲，而是非常单纯的喜欢上一个好像他等待已久的光芒，或是我不想说物品啊，可是就是那种很单纯的喜欢。所以在动作上啊，他可能会显得有点冒失就是有点粗鲁啊、冒失啊，没有修饰过、没有想过的。可是你会感觉到，哇，这一个靠过来的这个正能量会让你很明确的被暗示说，就是这个人吗？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也许他会在很多没有思考过、非常想得很细腻的时候，会突然对你做出一些小的贴心的举动啊，又或者他会在一些时候跟你开一个玩笑啊，然后你可能也接不到他的玩笑的笑点这什么的。可是这些行为都虽然说很不完美，可是有点笨拙，可是你会发现说他那一种热情、那个真诚其实还蛮动人的。所以愚人牌这边其实在提醒你啦。其实有的时候真正的你的爱你在等待的爱出现的时候，它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完美的桥段。你听我们频道听那么久这句话非常常出现。很多时候，几乎大部分时候，一个你会爱着的人，未来会爱的人他出场的时候，都是在一种会被忽略的不完美的时候，都跟我们内在所想象中的完美的爱情的出场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时候这代表什么？这就是最自然的、最平铺直叙的，在生活里面不经意的就跑出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过，没有发现。但是愚人牌在告诉你说，你不会错过的，因为它带来的那一个讯息是很真实的、很强烈的。因为在那一刻，你会感觉到他不是在演戏，他也没有在试探，他就是坦荡荡的、大方的就站在你面前，然后就把他的心意流露出来。所以当愚人牌出现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你，他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毫无疑问的，让你这个人知道，他就是那一个你之后会爱上的人。好。那第二个小题呢，就是他是行动跟他的言语怎么让你心动了。然后我们这里抽到的是圣杯8嘛，因为圣杯8的画面是一个人离开眼前的，离开8个圣杯的一个画面嘛，他远方的道路，他想到踏到远方的道路在正位的时候，他讲的是一种选择跟离开，走到更高远的一个追求。在爱情的脉络里，他其实是在讲说，他对于爱情的追求跟选择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行动力，他会用行动力去表达，明确的让你心动。所以他的靠近绝对不会用甜言蜜语告诉你，而是靠离开他的过去而走向未来的你，选择你的一个行动。这是一个极为清澈的暗示，因为很多时候言语是轻浮的，言语是空洞的，但是行动是需要决心的。它包括了什么？心意，它包括了肢体语言，它包括了表达。其实行动更复杂、更扎实。所以圣杯8的能量这边在讲的是什么？他靠近你的时候，他内心有一个油然而生的决心，要认识你，要知道你，要靠近你，要怎么讲？就是可能要追求你吧。他心底是真挚的开心，所以你可能会发现他愿意放下很多。你们相处之后可能交往或者在做朋友都一样，你会发现说他逐步的有一些改变，他会放下很多的习惯，时间可能会去搭配你，然后为了你去尝试一些新事情。你可能原本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他也会愿意跟你去，然后他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些时间嘛。然后他为了能够更靠近你，更多的时间陪伴你，他的行动会做得非常足。然后他做的所有的行动都会让你觉得他就是让你展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做出了选择，就在他看到你那一刻。所以当你发现了
意识到了他有做出非常多的改变的时候，你反而不会觉得压力，你心里会产生某种悸动。因为圣杯八的能量它不是短暂的，它是长远的，因为它必须离开一个旧的东西，往全新的方向走。它已经到第8了，表示它抛下的东西是很多的，所以这意味着他的行动绝对不是心血来潮的，是他的灵魂深处做了一个坚持，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让你确定这份爱是很真实的。比如他绝对不会用浪漫的告白告诉你，他会用非常长的持续的陪伴，让你发现说，只要你需要，他都一直在；只要你回头，他都一直在后面。他是要让你知道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比一段美丽的告白来说更扎实，所以对你而言呢，这些行动的力量比任何言语都更加强烈，你慢慢会感觉到。所以他在行动的表达方面，你会发现说，他早就放下过去了，他也不谈论过去，他已经是全新的自己，在选择未来的路径上面遇到了你，然后他在拿起新的决心，这个勇气去靠近你，你会慢慢的知道他的每一步都像是在告白。这就是圣杯八想要告诉你的，他的心意其实用他的行动已经清楚的写给你了。然后我们再看到第3个题目，那一刻哪一刻我会感到悸动？然后这边看到的是倒吊人的逆位嘛。其实我觉得倒吊人牌其实我觉得倒吊人牌它是一种等待牺牲跟转换视角的一个牌。正位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停留跟耐人，可是在逆位的时候，我们时常讲它就是一个挣脱，还有一个新的行动的开始，所以它搭配了圣杯八。所以它落在那一刻，我何时内在会心悸动？其实非常清晰，就是当他突然跟你的关系，他想要打破僵局的时候，他想要再更进阶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让你很感动的行为会出现。因为他会发现跟你做朋友或好朋友的关系会有一些停滞不前的阶段，他会感觉到，他虽然在观望要不要往前，可是他知道说他就是缺少了突破的这一步。所以当倒吊人的逆位出现的时候，就是他的能量内在出现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不会再等待新的契机出来，他要去创造新的变数、新的突破，所以他一定会做出一些超越表达我喜欢你的一些行动，让你知道说他希望这份关系能够再往下，所以他会做出一些更好的行动，让你更明确的明白说他对你的表达是有未来性的，他的决心跟决定不是只是一开始那样，他不是只是想要站在你旁边，他是想要陪伴着你，带你一起往未来走去。他为了这个关系，他也想要跨出新的一步，想要跟你们一起往新的地方走去。他不是只是要突破这个关系，而是要希望你带着你往未来走去。然后他早就已经没有在管过去了，他早就放下了。他在要告诉你的是说，你值得让他变得比他原本自己再更好，更有未来性。他希望能够带着你去，或是你有什么未来的方向要走，他也愿意一起成长，一起去。所以倒吊人的逆位的能量，其实也是在告诉他，他终于解开了、挣脱了、逃开了以前的那一个自己。他也许以前觉得自己更好，可是你的出现之后，重新唤醒他内在的潜力。他也很惊讶，在你出现之后，他竟然可以突破到这样。所以他想要分享给你的是他的突破，也希望你共享，他也希望能带领着你一起去。因为你在他的眼里，你已经是够好的了。其实，在他的心里，他觉得他是追上你了所以他会做出一些很明确的表达，让你发现说，他不只是要对你好，而是会有一些很明确的行动，让你知道说，我们可以一起试着看看有没有新的阶段，新的更好的。然后他会让你知道说，你是被他真心的选择的一个未来这个就是倒吊人的一种挣脱的感觉啦。那在那一刻，你应该会明确的感觉到你心里有一个悸动，因为你发现有一个人把你看得这么有价值，而你会觉得自己被爱的那个成分很高，比你期待的再更高。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这3张牌的就一个简单的总结了愚人牌其实在讲的是说，他内在的一个单纯会流露出来，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没有算计，他是非常纯真的确定他的心意，他也想要把这份心意交付给你了。那圣杯八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用言语了，他会用非常大的行动，很多的行动，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他是有决心的他不是玩玩的这样。那倒吊人逆位，他在更上一阶的告诉你说，这些决心，这些他的心意，不只是现在，还有一些未来性，他希望跟你一起去挣脱以前的你跟他，走到更好的新的未来的方向。其实他这3张牌讲的非常多的他内在的一个笃定，
他看到你之后，他就有些笃定，可是他有阶段性的，他从一开始的喜欢，慢慢的成长到他发现自己可以给你更多，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做到更多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三题哈，第三题的时候，其实题目是说这个人会带给你什么爱情的感觉啦哈。我们来简单的把这3个内容讲一下哈。这题目的第一个小题是说，他给你一个安全感还是心跳的感觉？那我们抽到教皇牌，哇，吐能量哦，因为教皇牌本来就是一种稳定的价值观的很多承诺的牌嘛哈，所以在这边他绝对是给你什么安全感啦，因为在他的爱里面哈，他会让你感觉到一种深层的安定哈。然后他绝对会让你知道这不是短暂的激情啦，这前面已经都诉说的非常完整了，结果我们在这里还抽到教皇牌，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他喜欢的那个结构是每天每日跟你相处的时候越来越稳固，所以他会因着教皇牌的牌从温柔的相处里面，然后在你迷惘的时候他会陪伴你，他会用理性的方式帮你找到方向，当你找到觉得不安的时候他会让你坚定你的方向，他会让你安心，他并没有要去操控你，他只是希望你不要孤单，这种感觉就像教皇牌的，他永远都在你的附近环绕着，他没有要占有你，但是他怕你一个人面对很多事情，他不希望你是一个人自己在漂泊所以教皇牌在告诉你，他绝对会让你感受到一份安全感啦。那这份感情是温柔的还是强烈的？然后我们抽到了权杖1。其实权杖1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初始的火能量的牌，它象征的很强的内在的创造力，所以当它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发现说它的感情其实是强烈的，没错。我们前面看了一路下来，它是强烈的嘛？是绝对强烈的，所以它会点燃你觉得枯燥乏味的生活，它会对你的爱情带来非常多的推动力，你甚至会被它推动，发现说哇，我原来可以做这么多。也许初期你会觉得很烦躁，有一个人一直用他的超强的正能量一直在推进你，你会觉得说没有，我没有要那么多。可是慢慢的，他一直在带来很多的创造力，然后推动你去为自己创造了一些自己的不可能。譬如说去学习什么东西啊，譬如说带你去吃什么，带你去逛什么，带你去什么，你会发现说，他除了带你去之外，他跟你的语言相处，你发现说他知道好多事情，他看过好多世界，他理解好多世界。你光是听他对整个世界的热情，跟他诉说他所知道的事情，你就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很丰富，好像被点燃了很多你的世界里没有被点燃的火把。所以权杖1它的这个起点的意味着是说，这段爱情其实是让你走向一个新未来的开始，就是他出现的时候。你慢慢的会被他这种生活的超强的生命力召唤你内心很多你没有想象过的潜力，跟你想做的事情，你会被影响出来。其实你不是没有那个能力，你不是没有挖掘到新的天赋，而是那些你原本有的天赋长期以来都没有被用到，你不知道你可以你不知道你可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对未来照明的一个能量的好的能量的人出现呢所以这张牌的确啦他的感情绝对是强烈的，你只要跟着他就好了，他会帮你铺好很多、照亮很多的路。那第3个就是他对你的爱情是成长还是疗愈的？这边是圣杯10，圣杯10看起来是疗愈的，可是前面有没有发现什么？其实它是让你内心感觉到圆满之后，你会发现你想要更成熟，你想要更完整，你想要更好。它初期是疗愈的，可是后来是成长的。然后那个成长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一个疗愈的过程中，你发现它带来了某种归属感。什么样的归属感？就是原来我眼前的这个人有这么有生命力，会做这么多事情，我好像也可以。而当你真的去试过的时候，跟着去做的时候，他带你看的世界很多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发现说，原来我还能够属于更宽广的世界。这个就是他带来的那个归属感的那个能量所以他的出现会先疗愈你很多生活里面的一些窝心的东西啊，有爱的感觉。就你在看他带领你在一直往未来闯的时候，很多挑战的时候，带你去看，发现说，哇，那一份成长竟然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圣杯10的讯息在告诉你啦，这段爱情同时有成长跟被疗愈，其实先后顺序而已然后你会逐步的想要跟随着他所带领的，因为你会发现那一份完美，那一份完整，那一份圆满，竟然每次都会升级，还有更多的开创性，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
所以这3张牌总结就是，它当然是带来安全感的哈，在教皇牌。然后权杖1说，它会唤醒你内在对全新的生命力的一个热情，这些东西会比你以为的更多。那圣杯10会说，你会在一步一步的每一个阶段的圆满之后，会想要突破，想要更多，渴望更高级的圆满。因为什么？你发现这些成长让你很有归属感。他带领你之后，你发现这些成长让你很有归属感，你觉得这就是爱的成分的之一。好，那总算讲了，这才是真的结束。那总之啦，这么多的牌，我觉得3号牌非常正能量。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热情的期待，然后乐观的期待就好了。那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